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浩，我是燕燕。咱们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就只能恭喜他呀，对，然后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就是我们的司机总算买车了，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以后我们出去玩再也不用租车了，是这个样子，恭喜他。共同爱好的话，那我觉得当时那就是一些比如说喜欢的音乐啊，还有电影啊什么的，就可能比较相同。然后你要是说共同话题的话，聊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你想聊什么我都可以聊啊，我是一个很能聊的人啊，这是投其所好的一种啊。包括你喜欢什么，我也可以假装我也去喜欢啊。比如说燕燕之前就是很喜欢那种什么艺术展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也就假装其实我没有去过几次那种艺术展，然后我也会跟他说哦那个展我知道我看过，然后其实全都是我现场就是在百度上搜到的。我们有很多事业粉，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在问我们的未来的计划和一些职业规划什么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对自己职业还有未来有非常非常明确规划的人吧？我一直都有，被你磨灭。你可得了，闭嘴吧！你禁止我有规划。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在成都这个城市呢，也好像慢慢的融入进去了，就是那种想要那种比较轻松的氛围，所以说做什么工作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了，就只要是自己觉得还算轻松，还算开心，然后并且就是还能维持生计，我觉得就做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开滴滴都可以。然后我们的短期规划呢，就是摆烂，就是能挣钱呢就挣点儿，挣不了呢就花之前攒的钱，就什么时候花没了呢，再去想办法去挣钱，去上班就行。这个问题有意思啊。这个问题真的问的我真的是深得我心，来吧，说说吧，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当时不想谈恋爱呀，就想出国呀，也因为本来计划好已经就是要出国了，不想就是再留一段情，然后牵绊自己。那为什么要当时要亲呢？我们是你强吻我。啊呸！你这不要脸！你就是在搞饥饿营销那一套吧？你这是个广告奇才，你不去广告公司上班，你去学什么设计？去广告公司明天就去上班吧。广告奇才，你就是一个饥饿奇啊！那我就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最想知道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很无语的一些问题。首先呢，咱们肯定是在确认关系之后，对，咱们也不是一个什么不正经的女孩，咱们肯定也是一个大家闺秀，咱们肯定是在确认关系之后，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频率的话，因为就是平均的话一般都是1周吧，但是最近呢，就是家里面来了客人，所以我们就是他来了多久？你来了多久？杨小七20多天。对，20多天了，一次都没有。哎，不说这个了。在一起之前谈过几个呀？哎呀，这个你的这个数量，可能你别瞎数，没有那么多。人见人爱的陈柏燕呀，那几个呢？我都不知道，就2、3个。2、3个？对呀，我比你大2岁，2、3个不正好吗？但你是我的初恋哎。你别扯了，我不是吧？我就是，我怎么那个人我不知道吗？哪个人呀？别再装了。哎呀，那个也算呀！我的妈呀！当然算了，那也算。还有别的呢。谁呀？还有别的？谁呀？你别瞎说好不好？有没有？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好阴险！不是那个时候，你还我清白。那个时候你愿意干嘛干嘛呀？那你还我清白，我不是那样的人。你算单身杨小七知道我的人。杨小七知道个屁呀！他知道我的为人人，我不是那样的人。浩浩不是那样的人。啥样的人呀？哪样的人？我说我是很自爱的人，好吗？闭嘴！谁说你不自爱？真贱！我觉得至少也要1个月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从认识到就是确认关系之后，其实来来回回也将近2个月呢，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太着急，因为有些人要再多了解了解。对，不能太恋爱脑，太冲动。对，就像我觉得你跟我这刚认识你的时候表现的完全不一样。你也是。是吗？你当时表现的特别好，就是特别白月光，特别单纯，但不是我那会儿就是很单纯。
那你呢？你装作一个就是唯唯诺诺、特别害羞、什么也不敢干的。我真的就是结果你一直都在家暴我，现在。别瞎他妈说。其实你是一个心机颇深的人。我觉得安全感这个东西呢，它就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就能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日日夜夜相处，然后慢慢熟悉了对方之后，自然而然来的一个东西。就是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点滴啊，然后慢慢积累的那种信任，然后如果这个人真的值得的话，我觉得安全感是自然而然就能感受得到的。然后关于手机的事情的话，我们两个人的手机都是互通的，就是密码什么都是互通的，就是我甚至都知道他的支付密码。对，我们手机都能解锁，面部都存在互相的手机里，可以面部解锁也。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足够的安全感嘛，其实我们也不会去搞那种像那种特务似的那种事情。对。然后还有很多人问有类似的问题嘛，就是说关于社交软件的一些问题啊。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是不是很介意。对。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就从来也不介意说对方用不用社交软件这件事儿，因为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说如果他用了这个社交软件，并不代表说他对你不够专一。但是他不用，也并不能代表他对你一定就专一。对，他一定对你就专一。不会，我们每天都会贴。这也是直播的时候就是大家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视频里给大家回答一下。对，来成都主要是因为听说这边很好嘛。但据说就是今年开始就是也不太好了。对，很卷。来这儿生活是什么体验呢？我们觉得我们两个人也平时不怎么出门，但我还是觉得这城市挺好的，四季分明，然后包括就是说生活也比较闲适。主要可能因为是没上班，我们两个的体验也不能代表很多人的体验。对，就我们觉得还好，因为没上班吧，就觉得很惬意。然后要考虑在成都定居嘛，我们其实已经把成都的户口，和那个身份证都已经办下来了，然后我们也要朝着就是在成都买房子的这个目标而努力。摆完烂再说吧。这个就是有挑事儿来了。浩浩不在意。因为我真的不在意吗？不在意，没有很在意。不是现在在拼命的练才艺吗？想那个平时跟我说要把所有的燕家军全都招揽在你的麾下，你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这不是你的原话吗？你可真狭隘！我那样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直播的时候更有意思。不是我狭隘，是你这么说的，我是复述你的话罢了。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我不会在意啦，就像我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就是燕燕就是我的名牌包，喜欢她的人越多，那就证明好冠冕堂皇的话呀，就证明我的眼光越好嘛，对吧？关于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那个参考啊。对，我们两个人是两个特别爱吵架的人，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都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类型嘛。然后我们最近就是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在两个人吵得最上头的时候，然后就是干嘛呢？离家出走。对，离家出走，然后先冷静一下，然后等冷静下来之后，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情，因为我们两个吵架的那些点本来也都是一些小事儿。对，就吵过太多次了，就其实心里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就是只是想争那个口舌之快，但其实就是都也知道吵了之后不会怎么样。就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没有什么意义，还浪费时间，就不如就是互相冷静一下。会，而且也会因为这个吵架。有不满我们都会直接说，就直接骂了，没必要忍着。对，没必要忍着，都已经这么久了，谁还忍着？谁还惯着谁啊？真笑死了。真的是，都是跟我学的啊！你是个学人精。我觉得你可以诋毁我的人格，可以诋毁我的一切，但是你不可以诋毁我的审美，好吗？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审美其实是凌驾于你的。哇哦！虽然你是学设计的，但是我的审美也是很不错的。哇！你要质疑我的审美，就是在质疑我看人的眼光。哇哦！那我还能说什么呢？那我祝你成功吧。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从认识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朋友基本就是那一批人。就是即使是他之前是我的朋友，比如说有我大学的室友关系比较好的，他也都认识。我们两个人不会就是单独去认识一个什么什么人的，
我们要认识都是一起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个体，我们两个从来不会就是单独去跟朋友出去玩，基本上都是一起，这样子，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你觉得哪个更大？这个肯定是精神出轨伤害更大啊，因为一般精神出轨同时都会伴随着肉体出轨。但肉体出轨未必会伴随着精神出轨这件事情。对，我也觉得是精神出轨比较严重。对，因为你精神都出轨了，肉体出轨不是迟早的事儿吗？心都不在这儿了，那人早晚都不会在这儿了吧？对。首先，我们两个人的三观都是还是比较一样的。对，很少遇见三观不一致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三观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大的东西嘛，就是我们两个人对于一些大事儿还是。比较一致的，我们只不过是会因为一些琐事，生活里的特别小的琐事儿，就是起口角，但是对于大事儿，就是谈到三观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比较一致的。但假如说，如果我要觉得说两个人三观不一致的话，我觉得至少讲出来，让对方知道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事情。但是也要尊重对方的想法。对，如果觉得真的是跟自己差别太大，那可能就是不太合适。怎么样才能加入你们的大家庭？这经常有人评论这个，就是没有可能。就经历的多了之后，这个东西都是经历的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的多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值得托付的人。对，不是说某一个点这个事儿，就是经历的事情慢慢积累的吧。吵架的、开心的、快乐的、生气的、烦闷的这些事情都经历了之后，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没想那么远。对，但是至少要让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应付，就是催了，就是说不着急，还年轻。之后的问题之后再说吧。这个问题就是，你不管跟谁谈恋爱，谈多少段恋爱，你除非就是那种就是不断的换人，不然一定会有这个阶段。所以就是，我觉得重点是在如何在这个平淡期里面再创造那个热情。对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对。它一定会有平淡期的，重点就是如何在这段平淡期里面再制造一些火花出来。凭借我的美貌，还有一点点才华，再加一点小心机，我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哇，原来胖子也可以这么好看呀！你怎么说假话呢？我一点都不胖啊，那时候。那会儿胖的肿的不行。不胖，重录你说的不好。没有转变。他依旧是一个就是油盐不进的倔驴。你甚至更甚，比以前。都是拜你所赐的，跟你学习的。你可以跟我学点好的。认识他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哎，但是就是认识你之后，才知道自己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好土味呀！那多少分呢？当然是100分了。那浩浩呢？浩浩是200分。如何看待叙利亚局势？